坦白说啊，我作为一个0+0的玩家，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手里有这么一个角色是能够如此轻松的一个大招，能够打出70-80万的伤害，甚至是100万。从数值上来说，大招流的马维卡这个伤害真的蛮离谱的。所以今天这期是关于马维卡强度方面的一个前瞻体验。那么在体验服里，这个马维卡的练度呢，攻双爆有效词条是21.4个，整套圣遗物的评分只有141分。那如果是打融化，精通也是有效词条，所以呢评分会高一些，就是206分。那这个练度对于各位来说到底是什么水平，我就不知道了啊。刷圣遗物多的玩家可能会觉得不屑一顾，但是就我这个摆烂玩家来说，这套圣遗物已经是极品了。那你想，就这套圣遗物0+1可以达到100万，0+0呢也有机会达到80-90万的伤害，那大招流是不是真的就挺离谱的？但是我一直是一个喜欢展现角色下限的玩家，所以我们抛开那些成品配对，是吧？抛开那些银河战舰，我们就单看在这样一个配置下，马维卡的裸伤表现到底如何。那么元素战绩0+1，第一下的范围伤害9000多，接近1万。后续的自动伤害呢，因为切后台嘛，它就不能享受到黑曜套15%的伤害提高，所以呢，每一次是1.6万，一共打了6次，2秒一次，持续12秒。那值得注意的是，在6秒之后，黑曜套的暴击率加成也消失了，所以后面几下就非常看脸了，因为你20%多、30%多的暴击率，除了欧皇就很难暴击了嘛。那也就是说，在后台当副 C 的马维卡显然是不太适合黑曜套的，想要去在后台打伤害，那就可以考虑勇者套或者黄金剧团了嘛。那么我们把专武换成4星武器，就是剧情里这把被火神打爆了的武器，第一下呢是6000多，后续是1.1万，伤害差距呢在30%左右。那因为这把武器的特效它是需要触发火元素相关反应才可以增伤，所以我们触发一下，那么这个时候伤害就提高到了1.4万，差距就缩小到了10%左右，还是非常不错的。PS 这把武器呢是金武的。那么以上是点按元素战绩的效果，锁敌范围大概是这么大，差不多是班尼特大招的大小，能够同时攻击3名敌人，伤害呢不会分摊。那接着我们切换到战场模式，用摩托创人，专武的伤害在7-8千，尾到1万左右。4星武器呢，触发特效看起来好像差的也不多。那这个就是火神的元素战绩，它可以根据玩家的需求选择战场输出，或者是切后台去输出。然后呢，我们来看大招。大招呢倍率优秀，伤害特别高，还能通过天赋激扬鸽子的战役层数去增伤。那么满层的大招专武是13.6万，4星武器8.7万，这一下呢差距就拉开了，因为这把武器的特效它只对元素战绩有效嘛。然后是50%的战役开大，专武是9.8万，4星武器呢7万，满层大招和半层大招的差距呢大概在20%到30%左右。当然，实战的过程中可能不一定会卡那么死，就说50%就50%开大，很有可能是超过一点的。那我个人是没有什么数值强迫症的，所以我觉得能开大就开大，不用强求我非得拉满。那看完数值，再看大招的机制，释放之后呢，会进入7秒的霸体，期间也不消耗夜魂值，并且提高了摩托创人的伤害。这就让马维卡的输出轴特别灵活，除了夜魂持续的时间可以输出外，还增加了7秒的输出时间，玩家可以根据配对选择长轴还是短轴。好的，那么到这里呢，接下去要在意的就是马维卡累积战役的速度如何，毕竟伤害高，如果开不出来的话也是白搭。那么马维卡单人0战役的情况下，是可以在自己大招 CD 好之前叠上50%的。那如果说你组一个马野中秋这样的征伐队打持续输出，那么就可以用半层的大招去实现队伍的循环，伤害呢也在100万左右，我觉得很可观了。而如果队伍里塞入娜塔角色，累积战役的速度就会变得更快。目前最快的伙伴呢显然是希诺宁，但是像卡奇娜呀、大孙子、欧洛伦呢也都是可行的帮手。所以说马维卡这个角色在组队上是非常灵活的，这个就全看玩家对于自己账号里的角色有怎样的理解了。你比如说马维卡主 C 加希诺宁加班尼特加任意一个挂兵的角色，就能够让你拥有一枚超级核弹。那如果是抽了基尼奇、马拉尼的玩家，马维卡的后台挂火加大招也可以有效的提高配对的伤害。那再组一个大孙子加马维卡加夏沃磊的这么一个超载直伤队呢，伤害也不错。另外你去找闲云打下路攻击，组个种门打猎征战也能玩。那大世界挂机队它也迎来了强力的一员。所以马维卡虽然不像其他神兵是
是某个领域的扛把子，但是他这种能前能后、能长能短，对吧？能速切、能战场的这种特性，就让他在组队上非常的灵活。当然，如果你只追求最强，可能这个对你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抽了很多角色的玩家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那么以上就是关于马维卡强度方向的前瞻体验。那接下去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些配对的打装表现，主打一个手残低配都是0+0，平民玩家可以放心使用，摆烂党不骗摆烂党。好的，我是提瓦特弟弟，那么我们下期再见。